装修不是抄作业，看到流行的东西就照搬照装，根本不考虑实用性。本期就给大家整理了6个网上很流行而现实很鸡肋的装修设计。1、客厅阳台打通阳台，增加客厅面积，更显宽敞明亮。客厅瓷砖通铺过去，空间更有延伸感，还省了做推拉门的钱。本身是没有错，可现实中很多户型的阳台都不大，晾衣架就挂在阳台的正中间，洗完的内衣裤挂上去非常的扎眼，还影响采光。平时家里来个客人看到，更是避免不了尴尬。小东建议，想要打通阳台，必须具备以下3种情况的其中一种。第一，户型必须是超长阳台，这样可以把晾晒区放在客厅看不到的区域里。第二，就是装一个烘干机，确保洗完衣物不用晾晒。第三，就是在阳台两侧垛子后边装个小的挂衣杆，这样也可以隐藏晾晒区。2、无主灯设计，不得不说，无主灯设计确实颜值高，家装更显高级，网上也是非常的流行。但是很多人根本就不考虑层高问题，拉完平顶贴完砖之后，整体层高不足2.5米，坐在沙发上都显压抑，就为了追求好看而降低生活质量，值得吗？其次，顶面装满了筒灯，打开灯一副满天星的效果，一点灯光的层次感没有。小东建议，想做好无主灯设计，首要考虑的就是层高，必须满足吊顶贴砖后要不低于2.6米的层高，这样空间才不会显得压抑。其次，做无主灯灯光是关键，千万别网上盲目找个效果图就落地。想做出效果，灯光的重点照明、氛围灯、基础照明缺一不可。如果你不懂，建议你找个专业的灯光设计师帮你做落地。3、卫生间壁龛，近几年装修，壁龛几乎已经成了卫生间的标配，原本就不大的空间，砖砌的壁龛又占了一部分空间，搞得平时淋浴转个身都难，浪费钱不说，还很鸡肋。更有甚者，怕占空间，也不考虑墙壁的厚度够不够，后期是否有承重安全隐患，直接选择在墙上挖洞做壁龛，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。小东建议，卫生间做壁龛一定要看适不适合，不是必须要做的。如果是明卫，我们可以把洗漱用品放在窗台上；如果是暗卫，可以在墙角装一个3角形置物架，用来放洗漱用品，平时拿取更顺手，打理卫生也方便，而且不占空间，也更省钱。4、岩板一体盆，近2年岩板火遍全网，家装应用广泛，背景墙、楼梯、台面、餐桌、茶几，到处都有它的身影，拥有超高的颜值和耐用性，深受业主们的青睐。但都知道岩板材料硬度高，所以不是所有产品都适合。比如说卫浴一体台盆，因为硬度高，没办法打磨弧度或圆弧，导致做出一体盆底部只能是倒角打胶连接，而且底部是平的，造成平时用水不能自然流入下水，周边拼接处长时间水泡，玻璃胶发黑发霉，滋生细菌，形成卫生死角。小东建议，居家过日子还是要以实用性为主，颜值大于实用性的产品很容易过时。卫生间台盆首选还是更好打理的陶瓷一体盆。如果实在喜欢岩板的质感和纹理，可以选择台面做岩板，单独买个陶瓷盆，这样颜值和实用性都不缺失。5、卫生间干湿分区半墙设计，现在很多人喜欢把卫生间做成干湿分区形式，干区洗手盆采用半高隔断墙设计，看着很敞亮，拍照片也确实很美，可隐私性全没了，实用性也很鸡肋。卫生间本来就是家里很隐私的地方，生怕别人不知道在哪里。其次，平时用的牙膏、牙刷、洗面奶、化妆品往哪放呢？尤其是毛巾架放在哪？是不是想让人站在客厅就知道你家有几条毛巾？就说乱不乱吧，起码的隐私得有吧。小东建议，卫生间作为公共空间，设计上还是要有一定的隐私性，建议干湿分区尽量不要做开放式。现在流行极窄边框的金属玻璃门，搭配长虹玻璃，不输颜值，也能更好的做到隐私性。如果实在喜欢干区做开放式，半墙上面也建议做通顶的壁龛或开放格形式，来收纳平时的洗漱用品，这样岂不是更实用？6、黑白灰风格，黑白灰风格的配色确实很高级，但你网上所看到的案例没发现都是大户型吗？而且采光非常好，黑色和灰色都是局部点缀，整个设计感非常的完美和谐。而现实中大部分人却把灰色作为主色，地面是灰色，墙面是灰色，连沙发茶几都是灰色，赶上天气或者采光不好，整个屋里就是一片死灰，非常压抑。要么干脆大面积使用白色，白色家具、白色木门、大白墙，妥妥的4白落地，没一点层次，毫无美感。
小东建议，家庭装修不是住了3天2天，而是10年8年，甚至更久，还是需要一个明亮温馨的环境，更适合居家过日子。所以黑白灰风格只适合欣赏，而中性色或原木风是最适合大众家庭的温馨而又不失气质。说在最后，网上很多高大上的设计都是徒有其表，千万不要为了追求高颜值的拍照效果，盲目的跟风装，等到入住后才发现很多设计都不实用，生活一塌糊涂才知道后悔。很多人第一次装修都会和我犯同样的错误，就是过于追求颜值和装饰效果，结果导致钱没少花，入住后结果是一塌糊涂。其实那些华而不实的颜值设计越多，后期居住的体验感反而越糟糕。因此小东奉劝各位，如果下次买房再装修，一定坚持这10步装细节，不但实用性强，也能减少家务时间，都是过来人的经验教训。一、不装玻璃门衣柜。尽管玻璃门档次高且颜值在线，但衣柜安装玻璃门不但造价高，而且玻璃门材质就是指纹和手印的收集器，特别不好擦。其次，玻璃门内部的衣物摆放还需要勤打理，不然就会显得特别乱。小东建议，家里不是高档的服装店，不需要展示给别人看，不如装普通平开门实用，里边衣物也可以随意摆放，日常打理卫生也方便。如果想追求颜值，柜门建议选择 PET 材质，照样有档次。2、不装矮脚家具。第一次装修在选择沙发、茶几、床这类家具时，只关注了款式和颜色，结果入住了才发现，基本上都是矮脚款式，导致给自己平时打扫家务时徒增烦恼。沙发、床底下的卫生死角根本擦不到，每次都需要把家具挪来搬去的，超级麻烦。小东建议选家具建议要选高脚款式或者落地式，这样不仅方便日常打扫卫生，其次家里如果有扫地机器人，也方便他进出工作。3、客厅不装深灰色地砖。这几年流行灰色地砖，不得不说深色地砖确实显档次，但是并不耐脏，表面但凡有个头发水渍等都很明显，对于强迫症的人来说，可能每天都得拖上几遍，而且家里采光不好，还会显得房间内很压抑。小东建议，喜欢灰色砖的，家里采光好的建议选择哑光砖，采光差或者楼层低的可以选择柔光砖，不但低调更显档次，最大的优点是脏一点也看不出来。4、不装岩板一体盆。浴室柜岩板一体盆质感出众，颜值在线，而且不会渗色，耐磨耐刮擦，优点特别多。但是有个致命的缺点，就是卫生死角多，边边角角处藏污纳垢，很难清洁。另外岩板材质太硬，所以台盆都是拼接粘接在一起的，长时间受潮还有裂开掉落的风险。小东建议，喜欢岩板材质的可以选择台面用岩板、陶瓷台下盆或者陶瓷一体盆，不但耐用也好打理。另外，如果是台下盆，最好让厂家做支撑加固，防止后期掉落。5、不装地轨推拉门。厨房的地轨推拉门因为安装简单，造价低，所以是很多家庭的选择，但地面突出的轨道来回进出特别不方便，尤其是拿菜端汤时还要特别留神，担心被绊倒。而且地轨凹槽里长时间积满灰尘和污渍，根本没办法打扫。小东建议，条件好的可以选择质量好的吊轨门，不但颜值高，且地面无卫生死角，拖地清洁也顺心。或者选择经济实惠的极简铜条地轨门，安全稳固，造价也比吊轨低，关键是也方便日常清洁卫生。6、不装地毯。地毯虽说美观好看，舒适性也好，但不管什么材质的地毯，不仅是家庭吸灰小能手，而且还是各种毛发、皮屑的聚集地，可以说是藏污纳垢的一把好手，需要定期维护清洗，很麻烦。尤其是家里有孩子或者养宠物的，建议不要装。地毯不及时清洁，特别容易滋生细菌。小东建议，家庭有小宝宝担心在地上玩耍，爬来跑去的着凉的，可以用爬爬垫代替地毯。这种硅胶材质有隔凉降噪的作用，而且十分轻薄，拆装清洗也方便，而且价格便宜，用坏了扔掉也不心疼。7、不装复杂的电视墙。复杂的电视背景墙不但会造成审美疲劳，还容易过时，尤其是那种岩板加木格栅的电视墙，不但费钱，而且木质格栅条一条条的勾缝，清洁起来非常费事，擦灰能擦到你怀疑人生。小东建议，家里有孩子正在成长期的，可以做一面墙的书柜，配上一张大的实木桌，学习娱乐均不误，还能营造良好的亲子空间。或者干脆刷一面大白墙，加一个简单的成品电视柜，用投影取代电视，学习观影两不误。8、橱柜不装敷感膜。柜门喜欢敷感膜的一定要慎重，尤其是用在橱柜上就是灾难，见个水渍和油渍够你擦半天的。而且
特别容易留下指纹，关了灯看特别明显，怎么擦都感觉脏，时间长了还可能肤感不在，只剩下膜了，非常丑。小东建议，不管家里是装在哪的柜门，建议就选平面高光板和双饰面门板，表面平整好打理。另外颜值高，价格还比肤感膜柜门便宜。9. 不装带灯罩的吊灯。带灯罩的还有开口向上的吊灯，一般就是造型好看，款式新颖，但颜值大于实用性。这类灯具统一的缺陷就是积灰尘又招小虫，时间一长，灯罩里全是小飞虫，平时换个灯泡还得给自己做心理工作。同理，还有水晶灯、分子灯。小东建议，家庭灯具与其装复杂造型的灯，不但不好打扫不说，而且价格也不便宜，不如换成简洁的吸顶灯或线条灯。不但能满足日常照明需求，关键是还省钱。10. 不装木质踢脚线。传统的木质踢脚线最大的缺点就是时间一长就积满灰尘，给清洁卫生加重负担。而且木制品有一定的含水量，有湿胀干缩的特性，会造成接缝处和对角拼接位置离缝，十分影响美观。小东建议，踢脚线建议选择金属踢脚线，铝合金材质的踢脚线造型好看，厚度薄更精致，而且不积灰不离缝，美观度和装饰性也更高。说在最后，目前去家务化的装修方式更值得大家去学习借鉴。想要真正实现入住后打扫家务省心省事，就要多注意前期的装修细节。另外，要想减少打扫卫生的次数，建议装个新风系统，特别是雾霾严重，甚至遇到沙尘暴等极端天气开不了窗的时候，一般经过新风的过滤，家里灰尘会少一半。房子装修，不管选购材料也好，还是置办家电也罢，每一个细节都不能忽视，因为一旦选错了，不仅会影响整体美观度，入住后的体验也会很糟糕。我家装过2套房子后，终于悟明白了，家里这7样东西，听我一句劝，只要空间允许，尽量买大的，比小的更实用。下面就带大家了解一下，装修时哪些东西买大不买小，一定把钱花在刀刃上。1. 电视。虽然现在大家更习惯用手机或平板追剧、看电影、玩游戏，但不可否认，电视依然是家庭装修必不可少的刚需家电。对于电视尺寸，很多人会告诉你要根据最佳观看距离去选择，结果买回去挂在墙面上，就好像挂了一块瓷砖一样，毫无存在感。所以电视购买时，只要在预算范围内挑个尺寸最大的，一定不会后悔。因为即使平时不看，挂在客厅里也会很显气派。建议客厅开间超过3米的就往75寸以上买，开间在2米左右的也至少得买个65寸的。记住，电视够大，看的时候才有观影感，毕竟55寸电视和75寸的电视给人的视觉感官真的不一样。当然，如果超过4米的开间，建议选100寸的激光电视或者投影幕布，性价比更高，偶尔看个电影体验也会更爽。2. 瓷砖。不管是客厅地砖还是厨房、卫生间墙砖，尺寸一定别选小的，不然缝隙太多，不仅影响美观度，后期清洁卫生也麻烦。所以听我一句劝，地砖和墙砖的尺寸尽量选大的，瓷砖的规格越大，铺出的效果越好，越显大气。建议客餐厅首选1.5x750规格的，目前这个尺寸的比例是最好看，也是最上档次的。实在预算有限，就用800x800的瓷砖通铺，效果也尚可。切记不要选1.2x600规格的，铺出来太显小气。但厨卫的墙砖最适合1.2x600的，竖着贴，刚好2块砖到顶，2.4米的高度，缝隙少，看着房子也显高。3. 电线。有些装修公司为了偷工减料，水电改造的时候敢给你全屋用2.5平方的电线，等你入住以后就会发现，但凡稍微用点大功率电器，那真是哪哪都跳闸。所以记住，入户线够大，用电才安全。建议最好是用10平方的，后期全屋的电器即使同时打开也都毫不吃力。其次，还有客厅空调以及厨房和卫生间的大功率电器，至少要用4平方的，而且都要单独做一个回路。这样做是为了确保它们之间互不干扰。其他的普通插座与照明建议用2.5平方的即可，但也要单独做回路，用电更安全。4. 洗菜盆。不管你家厨房水槽是做台上盆、台中盆还是台下盆，选单槽还是选双槽，只要记住一点，放不下锅的水槽都是鸡肋。所以我的原则是，厨房小，首选大单盆，能容得下锅才好用。如果厨房足够大，再考虑超大的双水槽。选购时记住以下3点：第一，选择304不锈钢材质的，要认准 SUS 304标志；其次，选择纳米涂层的，才能不沾油污。
第二，水龙头要选能抽拉的，这样后期才能更好的无死角的清理盆底卫生。第三，安装工艺推荐做台下盆，担心不结实会掉的，可以在下面固定几个卡扣就没有问题了。5. 网线，装修时网线很不起眼，所以很多人容易忽视，但它却是你入住后使用手机、平板、电脑以及智能电器的基础。想要上网不卡顿，获得行云流水的冲浪体验，建议标配超6类网线。这个东西一套房子用不了多少，就拿120平3房为例，最多也就用个大几十米，真心花不了几个钱。所以千万别省，一定要选品牌的，别图便宜买杂牌。像秋叶原、安普、山泽、绿联都是不错的。6. 柜子，小家越住越大，都懂得这个道理。所以不管是你家的鞋柜还是衣柜，尽量做大别做小，家里的柜子做得越大，收纳空间越多就越好。做柜子我的建议是尽量选择定制的，不选成品柜。一方面是因为定制设计柜布局更灵活，空间利用也更充分，另一方面美观度和颜值上也要优于成品柜。鞋柜设计建议多做活动层板，这样方便存放不同尺寸的鞋子。衣柜设计建议做通顶的柜子，装得多，多加几个抽屉，收纳起来更方便。另外，内部设计记住一个原则，必须要多做挂衣区，少做叠放区。叠放区做多了，拿取不方便，还显乱。7. 冰箱，现在囤菜都是日常了，所以只要家里放得下，就往大的买。即便是3口之家，最少也要400升以上，小容量的冰箱东西真的放不下。另外，购买冰箱时请注意这3点：第一，买风冷不买直冷冰箱，风冷不结霜。第二，想节能省电就买1级能效，尤其是国产冰箱。第三，要买双制冷系统循环，不买单系统的，这样才能保证冰箱食物不串味，同时保鲜与保湿的效果更好。我发现很多业主装修的时候，一味的去追求好看，追求效果，在装修上面花了很多钱。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正想一想的话，有些材料和装修效果够用就行，没必要去选择豪装。越是简洁的装修，可能更不容易过时。甚至说有些地方选择穷装反而更实用。本期内容小东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装修时没必要去多花钱的7个地方，不仅会给你省下来很多钱，反而不容易过时。1. 瓷砖，我们在选购瓷砖的时候真的没有必要选择那么贵的，只要它的花色和尺寸符合家里面的装修就可以了。现在市场上1线品牌的瓷砖非常多，和2、3线品牌的瓷砖相比，价格方面就差了很多，有的甚至差2到3倍都不止。但其实在质量方面差异并不大，甚至可能还是同一个工厂和设备生产的，仅仅是品牌定位和广告投放不如1线大品牌。所以在瓷砖这项上完全可以去选择性价比更高的2、3线品牌，并不会影响装修质量和效果。其次，也没必要去刻意追求大尺寸，比如像地砖普通的800规格配上同色美缝剂，效果也一样美观大气。反观750乘以 1.5 米的，仅仅是尺寸不同而已，价格却翻倍。2. 乳胶漆，有些业主担心装修污染，或者说想要更高档次的装修，会去选择一些进口乳胶漆。这些进口漆价格非常贵，甚至比我们国产的漆要贵出来10几倍的都有。其实目前家装用的乳胶漆基本都是水性漆，像我们正常刷完1周左右，基本上没什么味道，而且只要你买的不是假的品牌，都是符合环保标准的。另外，想提升装修档次，可以选择优等品的国产漆和1等品和合格品比较，在漆膜表现力、耐擦性以及遮盖性方面也会更好。所以咱们去选择价格在6、700元一桶的国产漆足可以了，真没必要去追求3、4千元一桶甚至更贵的那些进口漆。3. 水管，很多业主会认为水电施工是家里的隐蔽工程，很重要，所以多花钱买好一点的也是值得的。有些装修公司正是抓住了业主的这个心理，为了多挣钱，给业主推荐什么磁芯管、纳米抗菌管，甚至更高端一点的铜管去做家里面的水管，这个真的没有必要。其实说句难听的，你多花钱的就是在交智商税。正常用普通的 PPR 水管，家里面的这个管道的使用年限肯定也是足够用的，而且正规的大品牌 PPR 水管不仅质保50年，还有专业的上门打压测试，完全不用担心质量问题。所以与其在这上面多花钱，还不如把省下的钱加一个好的前置，或者给家里面做一个软水处理，不仅对家里的用水水质有一个提升，而且还能延长水管的使用寿命。4. 吊顶，
如果咱们家里的层高低于了 2.7 米的话，小东是不建议大家做全屋吊顶的，因为吊完顶后的话，层高又会压下来10多公分，这样的话视觉上看起来会非常的压抑，而且住着也不舒服。其实装修做吊顶的作用就是为了好看，增加装饰性，毫无功能性可言。所以即使不吊顶也不会影响你的生活质量。如果担心装修过于单调，可以选择棚面四周做一圈石膏线造型，来增加空间的层次感和装饰性。比如说比较流行的拓层双眼皮石膏板，既耐看又省钱。有些业主会问，我家需要安装中央空调或者风管机，那是不是就需要吊顶？其实也不用做全屋吊顶，有设备的地方选择做局部边吊即可，既实现了功能，又不会压缩整体层高。5. 断桥铝窗。现在很多朋友家里面买了新房也好，还是老房翻新也好，很多的房子都会涉及到断桥铝窗。比如我们装修中要封自家的阳台，普通用的都是断桥铝窗。那断桥铝窗我们用什么样的规格和价位的合适呢？其实像普通住宅，你用65型材的3层中空玻璃，价格在700-800元一平的，质量就足够用了，隔音效果也能达到。如果说你家的楼层并不是很高，而且又不临马路，用65型材的双层玻璃也可以满足日常的需求，真没必要去做那些铝包木或者是100以上的型材。像那些卖得很贵的108、120系列断桥窗，基本上都是窗纱一体式的，所谓的厚度只是型材的中空距离加宽了，看上去更美观，没厚实而已。其实对于保温、隔音、隔热性这几个方面，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提升。6. 背景墙。很多业主会觉得装修的时候电视背景墙不做的话，总好像家里面没有装修过，因此可能会花巨资打造电视墙，但是一味的追求电视墙的效果的话，很容易去过时。尤其是现在的轻奢风格的装修，大多数都会去做岩板的电视背景墙，什么木格栅加岩板、木饰面加岩板，几乎家家都是千篇一律。只是你现在看上去比较新奇，比较时尚，但是我想再过个4、5年，你再去看这种电视墙，就感觉它特别土了。其实咱们静下心去想一想，现在电视都很少看了，再去浪费钱做这些只有装饰性的电视墙有意义吗？正常情况下，我们贴一个壁布，或者做个简单的石膏线造型，刷个乳胶漆，其实也能达到装饰效果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电视墙会省下来一大笔费用，省下的钱可以去升级个尺寸更大的电视者视投影。7. 卧室床。其实我们现在买的床大多数也都是摆到家里面，只能看到床头，床体我们根本看不到。莫不如说咱们用做衣柜的颗粒板也好，生态板也好，去做一个床的箱体，再买一个成品的床头放上去，这样整体下来也会给你省下来一笔费用。而且咱们自己做成的这种柜体，储物的功能会比我们买的成品床更好一些。现在市场上看上去款式不错的成品床，一般的价格也不会很便宜。如果用板材去打床体，然后自己到成品市场去买一个床头的话，你这个床头可以把预算调得高一点，让床头更漂亮，档次更高一些。这样的话，做出来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。如果说你家的装修预算不高，可以考虑在以上这几个方面入手，这样的话会给你的装修省下来不少的预算，而且又不影响家里面整体的效果，也不影响我们后期使用的体验感。装修是个无底洞，能省则省。如果你是刚需装修，那么下面要说的这几个傻事可千万不要再做了，否则的话可能钱没少花，等到后悔的时候却发现一切都晚了。没有经历就没有发言权。作为一个服务过上百位业主的装修博主，本期就来告诉你装修中哪些东西不能装，哪些事情不要做。当然了，如果你不差钱，什么都想要好的，那么这些装修建议对你其实也没有什么用，建议你现在就可以划走了。1. 不要选太贵的瓷砖，尽量避开深色砖。瓷砖经过这个市场几十年的技术发展，甚至更长时间的检验，它的工艺和质量标准已经非常成熟了，所以根本就不需要买太贵的。特别是一些大品牌的高端款，动辄就要卖到几百元一片，和几十元一片的相比，也仅仅是规格和花色不同而已。选瓷砖只要花色喜欢，性能参数达标就可以了。瓷砖选购建议：1. 首选800×800的地砖，不仅价格便宜，工费也便宜，后期做好瓷砖美缝，从装修效果上来看，区别真的不大。2. 尽量不选深色的，特别是小户型，深色地砖会让房间显暗，压抑不说，还不耐脏，总觉得上面一层灰，
老是擦不净。3. 亮面砖也不要选，无论你装什么灯，它都能映射出来特别丑，而且后期全屋定制和家具也非常难搭配。建议选素色哑光或柔光砖，不会反光，空间还显亮堂。2. 不要做太复杂的天花顶或造型顶，你还在信奉无吊顶不装修的传统观念吗？但事实上，很多人都搞错了，吊顶的真正作用就是用来遮丑、隐藏设备的。不可否认，以前装修吊顶是标配，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真的不要再考虑那些复杂的天花顶了。你做吊顶的目的是啥？是嫌家里的房子不够小，层高不够矮吗？而且你要知道，吊顶越复杂，造价越高，后期不仅积灰难打扫，还非常容易过时。吊顶的装修建议：1. 如果家里装了中央空调或者风管机，必须要做吊顶，可以根据需求做局部边吊，不要做拉平满吊，实现功能即可。2. 如果实在觉得不做吊顶，空间太单调，可以沿墙顶面四周做一圈双眼皮石膏线，这样做既节省了预算，又实现了装饰效果，还不占层高。3. 不要做复杂的电视背景墙，轻装修、重装饰永远不是一句空话。现代装修原则上是越简单越不会过时。不信的话，你想一想看，电视背景墙从10年前的花开富贵大理石，再到5年前的硅藻泥造型，前年的岩板格栅背景墙，是不是现在都过时了？实话实说，现在家庭电视的存在感都越来越低了，更何况是毫无意义的电视墙。我把话放这，不出3年就没有电视背景墙这个东西的存在了。电视墙装修建议：1. 如果你家很少看电视，不如直接大白墙加一个100寸的投影幕布，简约高级，还不会过时。或者是75寸电视加一组悬空电视柜，既省钱又实用。2. 如果家里面积小，柜子不够用的话，建议直接做一面墙的收纳柜，既有装饰作用，又能满足储物需求。4. 不要选科技布材质的沙发，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刮起来的风，市场上开始流行科技布沙发，商家包装出来的营销说辞是既有真皮的质感，又有布艺的舒适度。事实上，它既不是皮也不是布，就是人造仿皮上做了涂层工艺，这种材料十分不成熟，寿命特别短，还不耐脏，基本上用个3-2年就开裂掉皮。咱用脑子想想，合成的东西质量能好到哪去？沙发选购建议：1. 材质要么买真皮，要么买布艺。真皮质感好，档次高，布艺温馨百搭，舒适透气，其他材质一概不要考虑。2. 款式建议选直排加单椅的搭配，客厅选轻盈不拥挤带贵妃位的 L 型组合沙发，只适合大别墅或大平层的大户型。3. 建议在高脚或落地款之间做选择，传统的矮脚沙发底部卫生难清洁。5. 浴室柜不要装台上盆或者是岩板一体盆。首先，台上盆一定不要装了，都是几年前的产物了，基本已经淘汰了。它最大的缺点就是台盆四周藏污纳垢，特别不好清洁，而且台盆还很浅，平时想洗个头、洗个脸都容易溅一身水，非常不好用。再来说下岩板一体盆，这东西就是外强中干，别看它颜值高，但缺点一大堆。首先说是一体盆，根本不存在，都是拼接的，这就导致它打胶的地方容易脱胶、漏水、发黄，严重的还会掉底儿。其次，岩板没办法做弧度，所以下水非常慢，盆底会经常积水。另外，因为都是直角缝隙，造成全是卫生死角。洗漱盆选购建议：1. 建议首选陶瓷一体盆，经过市场考验，工艺成熟，而且好打理，不存在藏污纳垢的缝隙，清洁起来也省心省事。2. 建议规格尽量选大尺寸的，深度最好在17厘米以上，洗漱时不容易溅水。6. 不要装造型太复杂的吊灯，千万不要觉得家里装修的太普通，装个水晶吊灯就显得富丽堂皇了。过去装修，人家装个水晶吊灯就是为了炫耀、臭显摆，让人感觉装修肯定花了不少钱。现在装修追求的是舒适性、实用性，你再装水晶灯、欧式吊灯，不就是个笑话吗？不伦不类，不土不洋的和什么风格都很难搭。装修灯具建议：1. 如果你家是别墅或大宅，建议也别装水晶吊灯，又贵又难打理，还占空间。有那个预算，不如做个全屋无主灯设计。记住，无论你家什么挑高，只有装大平棚，家里才显得大气。2. 普通住宅建议就选择造型简单的吸顶灯，好看的款式也很多，灯光明亮又好打理。最后想说，装修房子是用来居住的，不是用来欣赏的。
没必要为了追求极致的装修效果，去浪费辛苦攒下来的血汗钱。即便是装好了，也不会提升你入住后的生活质量。不如把钱省下来，买一个好点的洗碗机、洗烘套装、智能马桶，这些天天用到的东西才会真正的提高你和家人的生活品质。还是那句话，刚需家庭装修一定要务实，把钱花在刀刃上，切忌盲目跟风。